大家好，我是潇洒的人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鹦鹉健康的误区。很多鹦鹉主人可能在面对自己的宠物不舒服的时候出于好意进行自行的判断，结果呢可能适得其反，或者问一些自认为比专家还要专家的专家，就凭一张图或者视频就能断定鹦鹉哪里不舒服。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自行诊断是危险的，以及如何正确的提问，确保你的鹦鹉得到专业的照顾。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他呢是饲养牡丹鹦鹉的，有两个朋友呢分别从他这里拿走了2只牡丹的小崽子，回去半个月以后，其中一只非常的健康，而另一只状态非常的不好。然而这个鹦鹉的主人并没有来问买家，就将照片发到了群里，群里说什么的都有。最后在一位好心的神医的指导下，小鸟还是一命呜呼了。你说这赖谁？在没有做足功课的前提下就买个活物回家，这种对于生命无所谓的态度，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所以我想通过这个事情给大家一些建议。其实大家本身都是出于好意，看到鹦鹉有些不适的表现，就自行判断病因，甚至自行用药。但实际上，鹦鹉的身体结构和反应方式与我们人类是截然不同的，误诊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有些鹦鹉可能只是因为环境的变化、食欲不均等问题表现出一些小症状，但饲主却误以为它们是严重的疾病，导致不必要的紧张或者错误的处理。为了快速解决，有些饲主会自行用一些药或者其他的治疗方法，但这些方法可能对鹦鹉是有害的，反而加重病情。身边遇到好多这种事情。有一位鹦鹉的主人看到鹦鹉的羽毛凌乱，以为是生病了，结果自行给鹦鹉喂药，导致鹦鹉出现中毒症状，差点丧命。假如你感觉鹦鹉哪里不对劲儿，其实很简单，先看它的精神问题，然后再看它吃喝，最后就是观察它的粪便与平时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其实很多鹦鹉在得病的初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精神的状况，然后接下来就是不吃不喝，这是自行判断的一个标准。假如真的自己看的不是很准的话呢，一定要学会该怎么样去提问。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去过医院，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首先提供鹦鹉的基本信息，比如品种、年龄、性别。再下来呢，就是症状的描述，如食欲变化、行为异常、羽毛状况。然后呢，是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更换笼子呀，有没有更换笼子的地方，还有改变饮食呀、搬家，有没有这些情况。接下来再观察鹦鹉的排泄，比如粪便的颜色、形状，然后再下来就是补充其他的细节，鹦鹉有没有打喷嚏啊、咳嗽的症状。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的鹦鹉2岁，雌性虎皮鹦鹉，最近3天食欲下降，羽毛有些凌乱，环境没有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然后再配上一张鹦鹉的图片或者是视频，这样去问，起码兽医或者专业人士能了解到鹦鹉的基本情况。接下来他们会根据你提供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分析完之后呢，他们就会去问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要问了，就赶快去医院。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讲过，在照顾鹦鹉的过程中，饲主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的误区和突发情况。面对这些问题，保持冷静，理性处理非常重要。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做一个记录，鹦鹉在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记录好了这些情况，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明确咨询对象。你身边有专业的兽医的话，肯定是首选，这个不必多说，因为他们专业。再下来呢，就是资深的饲主或者是鸟类爱好者，就是养鸟养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身边没有这2种人的话，就赶紧去医院。当你确认了这个治疗方案以后呀，一定要遵循治疗原则，不要进行盲目的尝试，切记千万不要将多种治疗方案混合使用，避免造成不良反应。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其实我之前就不断的重复过，我们一定要从源头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鹦鹉感染疾病无非跟人类一样，第一呢就是吃喝，给鹦鹉的吃喝一定是新鲜、干净、卫生的。
千万不能说你自己都不吃的东西，然后去给鹦鹉吃。还有就是一些变质的东西、过期的东西，我们人类吃了可能不会马上就有反应，但是给那么小的一个生命体去吃的话，它们的反应是很快的，有可能上一秒再吃，下一秒就挂掉。还有就是国内的朋友需要注意，我发现网络平台上很多卖家在卖一些质量不达标的鸟粮，所以大家在买鸟粮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最笨的办法就是鸟粮回来之后，它无非也就是颗粒，这个人类是可以吃的，你自己先尝一下有没有发酸、发霉或者是受潮，这些鹦鹉都是不能吃的。再下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问题，每天一定要给它们清理笼子，像冬天的话1天1次可能就够，但是像夏天每天至少2次。最后呢，就是给朋友的一些忠告，假如你一点都不懂的话，就先不要入手，等自己有了一些基础知识以后再下手。有很多人都想着先养一只虎皮练练手，对于你来讲只是浪费一些时间或者损失一点金钱，但是对于鸟来讲代价是否有点大。无论是金刚还是虎皮，新手都要去做功课，最起码对他们有点保障。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希望鸟友的身边少几个神医，拜拜。晚安。晚安。